我现在在台湾的新北市，走在这里的街头啊，不时可以看到自助餐店，它就类似于新加坡的杂菜饭。它主要面对的是工薪阶层，为大家提供一种相对比较廉价、菜色很多样，同时又吃得饱的餐饮选择。不过呢，在互联网上，这类自助餐常常成为被吐槽的对象。大家就形容买自助餐好比是一场赌博行为，还要和阿姨进行一场心理攻防战。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去了解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是吃杂菜饭用自己夹的方式，我来试一下，觉得还蛮有趣的。这边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差不多有80道菜，瞬间拿起这个夹子就有了人生的选择权。和新加坡最大的分别是，台湾的杂菜饭是由食客自己夹菜，想吃多少拿多少，再到前台让店家算共要多少钱。请问这样是多少钱呢？这样100块就好了哈。不是，老板你正常算。对啊，100块。对啊。对啊，我没有乱算。老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刚才算这样快，我想问一问每个菜的单品。好，这边我会算20，然后饭10块，这边15块，这个55。哇，等一下，好快，再来一次。好，老板麻烦。2、3、15，这样45加55。20、30，两个15块。哦，对。哇，好快啊！你的算术，先付钱。老板好厉害，2、3、4、15、15，对不对？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你已经算出来了。所以你一般是多快算出一份饭？每天差不多就1秒钟。如果快一点的话，1、2秒就可以了嘛。对啊。在我到访之前，摄制队也在这家自助餐店做了一个实验，看看老板的收费有没有标准。3人轮流夹取相同的5道菜，按自己的食量取了不同的分量。我自己比较女孩子，所以我拿的菜色是比较少的，110块。后来我们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去，他拿出来真的大概是我的1.5倍哦，蛮多的，170块。然后第3次他拿了大概介于2个分量的中间值，就120块。所以其实价钱是真的有算按分量来计算，对，不是乱算的。就是说，它至少是在合理的区间之内。拿多少付多少，照理说是合理的做法。可是由于食客不了解具体的价格算法，便常常在网上说商家看心情收费。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行业都被这样贴标签，有点不公平。我讲实际的例子，这样、就是譬如今天客人他夹了一个鸡腿便当，然后他今天我可能收他120，对，那可能隔天我就收他130，那他说为什么昨天120，今天130？我就说你有发现你今天的菜夹的比较多吗？然后再来就是你有夹，昨天没有夹中菜类的，今天有夹中菜类的，然后他看一看，他就鼻子摸了，他就走了。但是因为我们每天算，我们知道客人他的习性大概是夹怎么样。那你可以记住这么多客人的习性吗？就是我会记得客人，比如说这个客人需要筷子，这个人不需要筷子。客人来买的时候，他的习惯是通常是差不多的，那只是偶尔他可能大转换，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聊说，今天怎么吃的不一样？那基本上这就是你每天要在这边算，然后客人跟你的你要跟客人互动，这就是跟客人最真实的互动这样。我听说在这个台湾的互联网上，大家常常吐槽自助餐它算钱不是很看心情，没有真正的要批评啊，对，就是觉得蛮好玩的。所以阿姨就看一看，就160，然后再看一看100，然后就对。我们是住在这附近的，所以它的大菜大概多少钱，我们都大概知道。一个青菜多少，一条鱼多少，一个肉多少，他们大概都一定的啦，不会差很远。今天的自助餐一餐是多少钱吗？我这个因为有鱼，所以比较贵，130。OK， 如果要是没有鱼，一般的话差不多100块吧。因为最近菜很贵，我们这边南部下雨嘛，雨水都把菜打坏掉了，所以它还算便宜。大家常常在说，不应该目测来收费啊，应该称重啊。你觉得这些自助餐店他们应该改善一下吗？其实它目测我觉得蛮公平的，因为他会看量。用称的话，就是可能汤汤水水都会算钱呐，因为你夹菜的时候不可能会滤干呐，对不对？对。那你用目测的话，可能就老板会判断你拿的
多那个量的多寡哦，对对对。比较合理啦。现在大家就是呼吁说啊，我们要称重，称重可能会比较精准一点。你觉得可行吗？为什么你还是坚持用目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你刚刚看了60几道菜，有鱼有肉，然后有青菜，有豆芽菜最便宜的，然后再来就是青菜类的，豆干类的，这些都是很便宜的菜。是。那你用肉类的，那怎么把它们并在一起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是要用肉类的去记，还是用菜类的去记？对不对？那我用肉类的去记，顾客不划算。那用菜类的记，老板不划算。我知道在台湾，如果有台风天的时候，价格会上调一些，对吗？对。一般上调的幅度有多少？有时候可能会多2倍到3倍哦。这么夸张啊！青菜类的部分。那你觉得顾客可以接受吗？譬如说青菜本来1斤20块，那它可能涨到50几块，那你多了2.5倍嘛，对不对？那我不可能跟他收2.5倍，那可能他吸收一点，我吸收一点。那这样的部分，我们目前的这种模式，客人都可以接受了。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便当店哦，这里的用餐环境可以说相当的舒适。那看到右手边厨房呢，是一个名厨酿造的设计，整个管理啊可以说比较现代化。要知道这家店的老板，他的原生家庭，也就是他的爸爸，经营的是一家非常传统的自助餐店。来到儿子这一代呢，他并不想重复父亲的这个路线，而是要开辟一套全新的经营之道。其实我在早期刚创业的时候，也是有做过类似自助餐，那个时候就是完完全全的目视靠感觉，因为有时候开玩笑就是说，客人叫你算第2次，你会算得不一样。俊伟目前经营着2家便当品牌，一个主打传统便当，客人可以自由搭配主食和配菜；另一家则是走精品路线，以台湾的关山米为特色，但配菜由店家统一搭配，食客没有选择。他认为自助餐流程繁琐，人力需求高，而便当模式能够简化流程，可以让价格透明。我觉得说这样子固定的好处是，第一，我可以减少我出的菜色；第二是价格很公开透明，不会有其他争议。我来吃饭，我来做生意，那我们求一个稳定，那我不需要跟客户有太多的争论以及争执这样子。我最早在我爸爸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家店最高的人力需求一天有到13、14个人。那在古城美食的转变需要6个人，但是相比过去也是少了1半以上。在河道顶跟我的古城美食相比的话，人力成本大概减少5到10%。那我有减少人力成本部分，就是我多一点的预算花在设备上面。那像我们就有进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像万用蒸烤箱啊、IH 炉跟电力式恒温油炸机，对，就是全店的智能厨房这样子。在人力控管以及技术层面上，我希望把它降到最低，那人人都可以操作，我们不会吃紧于技术层面这样子。我现在这个做法是比较可以发展的更长远，发展的拓展越来越大，就是可能我们可以连锁加盟越来越多点，因为我们没有技术人员，不会说我2间店、3间店口味不一致的这个问题。经过了1天的采访之后啊，我发现尽管在台湾互联网上大家都在吐槽自助餐那些梗玩得非常的开心，但是来到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每一个食客心中都有一把相对清晰的尺子。而对于那些商家来说，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受到这些质疑或者是调侃声的影响，都还在按照自己的步伐做着生意。那么至于未来这样的计价方式，它能够走多远，它会不会走入历史？我相信决定权还是握在下一代年轻餐饮业者的手中。